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什么时候会说粤语，什么时候会说普通话呢？课堂上面老师就是讲的就会讲普通话，然后我们也会回答就回答普通话，但是课下的话就会讲粤语，在家里面也会讲粤语。然后如果看到有说普通话不会说粤语的人的话，都会讲普通话。就下课去问老师问题的时候也会讲粤语。那看老师是什么地方的人了。就如果是本地的老师的话，就会讲粤语。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普通话讲的不好，上课会用粤语讲课的老师？因为规定是讲国语，所以都会讲普通话。OK， 那就你觉得就讲粤语的这个人，如果讲的是粤语和这个人讲的是国语，对你来说有什么印象上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不是广东人。哦。然后就是具体的那种应该没有吧，因为都是差不多。但是父母那一辈的话可能就会有，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话就会应该会强烈一点。就认为他不是本地人，就有一种排斥的感觉，稍微。会有吧，应该。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如果同学有不会讲粤语的，大家会怎么看待他？就是不会讲粤语啊，然后就会跟他聊天的时候都会说普通话。有没有那种就听不懂粤语的同学，你们会就是照顾他的感受，然后就在班上不会说粤语？跟他聊天的时候不会说粤语。有点惨那种。然后就我想说什么？假设你们就是出去餐厅吃饭，然后打车什么之类的，都会就是跟人家讲粤语，就拉近距离，是不是？一般开口就是在本地的话，就是在自己的地方的话，就开口就会讲粤语。然后如果他不会讲粤语的话，然后就跟他说普通话。会不会有一些司机就是本地的那种人，比如说出租车司机，然后你上来就跟他讲的不是粤语，他就会认为你是外地人，他可以比如说坑你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会有。你没有遇到过，因为你会讲。对。应该是这种。然后就是说粤语，它是作为一种语言，它有什么社会功能呢？比如说，我在这种场合下讲粤语有一定的目的性，就比如说打车我要讲粤语，这样他就不会坑我，诸如此类的。这个的话应该就可能就讲一些，如果不想别人听到，就是如果在外省的话，或者在美国的话。一般语言情况都是普通话的话，我们不想别人听到就会说粤语，就是想人家听不明白，自己说一下悄悄话那样。但如果就是一帮朋友凑在一起都是广东人，大家就肯定会讲粤语，对吧？对。也是，香港人凑在一起都会讲粤语。然后，那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觉得这门语言就是随着时间的经过，它有一些就改变，就是用法上的改变，或者是？会有，因为粤语它也是有一个标准的粤语，还有方言这样的，所以很多年轻的一辈就是说惯了标准的粤语，很多方言都不会了，有一些词的用法呀可能会听，但是自己的话就不会用。就是标准粤语，就是说广州的粤语。对。那你讲的就是广州的粤语？对，因为在就珠三角地区嘛，就广州的粤语跟就普通话在中国里面那个是差不多的功能，所以一般的年轻的都会讲广州的粤语，就标准的。那就是广东人会不会说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用法还沿用了就是粤语的，比如说有些词不一样嘛，他会不会在跟别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完全就把粤语那个完全不一样的用法就是直接用普通话的读音读出来跟人家去沟通的？会有啊，就是像火锅。打火锅。我们打火锅。微波炉你们有没有说？就是说热一下东西。我们会说叮一下。就是粤语也这么说，是吧？对啊，就拿去叮一下。我都好像有别的地方也这么讲。那个打火锅的，就是原本用粤语怎么说？
打边炉。打边炉。对。然后，有没有就是你们不会是就是受到普通话的影响，然后但是你也说就是有一些你爷爷奶奶说的东西，你已经就是不会再用了，是不是？对，就是方言。那我可以理解为就说，广州的粤语比别的地方的粤语要更简单一些吗？可以说是比较通行的，就比较到处都能说，大家一听就会懂的那种。OK，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就是那些英语直接翻译成粤语的那种说法。就是我们查资料就是显示说有好多就是尤其是香港人就更倾向于用就是直接把英文东西音译过来，就比如你举几个例子给我们。第一个是小卖部，我们就会说喜多，因为它跟英文的那个 store 是听起来差不多。然后还有这个草莓，我们说的就是喜多啤梨，因为它跟这个英文的 strawberry 差不多。就是广东人也会这么说，不光是香港人。对，都会这样说。那的士巴士你们怎么讲？就是的士的话就是的士。真的很像 taxi， 普通话不觉得。巴士就是巴士。还有你刚才说那个路，那条路的名字。就是香港有一条路，香港的路大部分都是就是它中文写的，就是用粤语说出来就跟它的英文差不多，因为那个路名都是英文的嘛。就比如说弥敦道，粤语的话就是彌敦道，听起来就跟 Nathan Road 差不多。还有什么吗？需要补充的？就是香港的粤语跟广东粤语是只是读音不一样吗？还是说有可能有一些词你们用的也不一样？就是比较时尚一点的词就会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些词，就比如说网络用语啊，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嘛。就比如说在国内啊，北京可能有一些他们本地的方言，然后加一些就是网络的词，然后加起来我们可能会看不懂。但是香港的跟广州的就会音调上面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香港的就会跟英语更加结合的比较多，然后他们那个地方用的那些词跟我们那边用的词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香港不是有一个旺角嘛，然后香港人说，他们会用这个旺角这个词去形容一个人，比如说你这个人好旺角，就你那个人好莽確啊，然后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好俗，就是好庸脂俗粉那个感觉吧。但是我们那边就不会这么说了，就我们那边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然后就没有那种说法。还有我看就是刚才我们就是查资料不是就说引入了很多就是网络上的用语，比如说闪人这样子，你们就有会把它直接用粤语的读音读出来，是不是？闪人这个我们那边本来就会这样读。本来就会说。对，因为就是最近陈奕迅他不是有个专辑叫《离闪》嘛，那个意思其实是不要走的意思。就埋行，就不要走人。就是原本粤语就有这种用法。对，就有这种用法。这样，我还以为是网络用语。我还以为是网络用语，对。但扑街就是他们不改这个。他们带来的粤语带给就整个大家的这种网络用语。那个意思，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死了的意思吧。扑街。这个。就不好的话是吗？对，意思太多，因为这个词。可以是一个名词，就可以是一个形容词，可以说你这个扑街，就是你这个混蛋的意思吧。然后扑街这个字本来就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动词，就是你在街上摔倒了的意思。然后也可以是一个语气助词，
啊，就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扑街，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混蛋，大概那个意思。好复杂，我以为这是死了的意思呢。说粤语有没有自豪感？会不一样，但是自豪感的话，就没有这种方言，有时候也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就是我说久了会说粤语，然后那得看情况吧。如果生意上面来往，如果那人是说粤语的话，我跟他说一下粤语，可能就大家关系会就是更容易拉近一点吧。但是如果你说平时在一个没有 context 的这个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会多说一门语言。仅此而已。嗯。差不多了吧。